如果你被涨查询带来的高延迟卡得头疼，或者眼睁睁看着算力成本占掉公司大半预算，那是因为你还在用运行模型的方式做部署，而不是在做工程。真正让推理速度翻上10倍的，从来不是靠堆算力，而是把模型权重变成工业品的推理工程。这次刚拿到130亿美元融资的 Bayesian 就是靠这套逻辑成了现在的推理基础设施十角兽。他们不只是提供一个让你调模型的 API， 而是把从 Coda 到底层集群调度的整套系统工程做成了全托管的平台。从今年3月探讨端侧模型压缩，到7月钻研 MOE 的显存调度，大家关注的焦点变了。之前大家还在纠结怎么把模型装进显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复杂的大规模集群里解决掉那些致命的算力冲突。Bayesian 团队最近在处理 GLM 5.2 时做了一个典型的工程示范，他们没去大费周章微调整个大模型，而是直接把 Kimi 的视觉编码器嫁接了进去。这种基于组件替换的架构优化比重复训练整个模型要高效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推理工程现在成了独立学科。那为什么要把这一行剥离出来？因为模型训练是搞出智力，而推理工程是把智力变成能卖钱的工业品，逻辑完全不同。很多工程师刚入坑时会发现一个诡异的事实，明明是同一套模型权重，换个集群运行，表现却截然不同。这就是推理工程最头疼的非确定性故障，它由硬件差异、内核版本和难以追踪的静态条件共同导致。为了避开这些坑，现在的核心路子是把预填充任务和解码任务彻底解耦。简单说，就是把处理输入的算力需求和逐字生成的算力需求剥离开来，针对性的调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长输入如果和解码强绑定，会导致生成任务被阻塞，复用 KV 缓存感知路由才是长文本处理的最优解。这套路子除了省显存，还能提速吗？能。通过对 GLM 5.2 这类模型的特定层级进行量化，利用误差正负抵消机制，在不损失基准质量的前提下，吞吐量能硬生生提升 20%。 不少开发者问，这跟直接接上 VLLM 有什么区别？别把 Bayesian 当成 VLLM 的竞争对手，它是站在 VLLM 这些引擎之上的多云调度平台。根据你业务规模的不同，这套方案带来的增益也不同。从 20% 的吞吐量优化到 200% 的成本控制，随着你的集群规模越大，这套系统带来的回报空间上限就越高。当然，这行没那么完美，代价是极高的硬件绑定风险，且一旦集群规模上去，调试的复杂度会呈指数级增长，这就是推理工程师的真实工作强度。那如果你问个人开发者或小作坊是不是非上不可？不建议。如果你的并发量很小，或者只是在做实验，引入这套系统反而会增加你的维护负担，反而得不偿失。这行的天花板在哪？现在的资深推理工程师不仅要懂 Coda 内核优化，还得搞得定 Kubernetes 集群的复杂调度，这才是生成式模型能稳定运行的底气。未来模型和基础设施将不再割裂，模型会反过来优化推理内核，推理工程本身也将变成模型持续迭代最直接的反馈输入。最后给你留一张避坑清单，要不要入坑？先对照这些维度自测一遍。1点，当前业务并发量是否已达到需要全托管集群调度的阈值？2，是否有能力处理多云环境下的硬件非确定性波动？3，推理链路是否涉及多模型组合而非单体模型？4，如果显存需求低于 24G， 先优先使用开源引擎本地跑，别过早搞基建。